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财产不可公有，权利不可私有。而《红楼梦》里的荣国府实行的是公有化的财产制度，书中人物经常提到的关中一词，就是指的荣国府的公有财产。荣国府的财富主要来自于庄田上缴租，庄田上有千千万万从事劳动生产的农奴们，他们作为实际的生产者，却不在这一分配制度里。而荣国府内的主仆上下400余人，都不产生直接的经济价值，他们按照祖宗旧例瓜分了庄田上农奴们的劳动成果。这样极不公平的分配制度，造成了社会上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形成了古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自秦汉完成国家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便陷入了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每到王朝末期，底层民众往往不堪重负，选择揭竿而起，就有了农民起义。而新的王朝一旦建立，又开始出现新的统治阶级，历史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同情受苦受难的农民阶层，显然不是《红楼梦》的主旨。作者曹雪芹甚至将不得已而发起反抗的农民起义斥为风道蜀起。《红楼梦》主要描述的还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荣国府怎样一步步由盛转衰的过程。按照书中的描述，荣国府内有一套相当严密的经济制度，按照这样的制度一直运行，荣国府的经济应该不至于会出现大的问题。又怎么会在2-3年内迅速出现了很严重的经济危机，突然崩溃了呢？分析荣国府的经济管理制度，其实里面存在着2大漏洞。第一条便是产权不明晰。荣国府有明确的公有产权，即所有进入府内的财产物品都属于公有财产，为全府上下所共有，但私有产权的归属却十分模糊。我们都知道，荣国府内实行的是主奴等级制度，如果说奴才们的人身权利都属于他的主人，那他所获得的财富是不是同样属于主人呢？这一点从晴雯的遭遇就能看出来。晴雯作为府内的2等丫鬟，每年除了固定的月钱工资，还能领到价值不菲的衣服首饰。及至晴雯被驱逐，王夫人便下令，只许把晴雯的贴身衣物撂出去，剩下的好衣服留给好丫鬟们穿。虽然宝玉、袭人等人后来又将晴雯的衣物偷偷带了出去，但晴雯还是不久后就病逝了。这些衣物首饰的价值足有300-400斤之数，应该算作是晴雯在荣国府服役6-7年的劳动所得，但王夫人的一句话就能剥夺她的财产权，令她净身出户。可见在荣国府，底层奴才们的私有财产根本不被保护，可以任意剥夺。同样的例子，我们能看到王熙凤在管家过程中常常有克扣下人银米等处罚措施。虽然这类处罚有一定的旧例可循，但处罚的尺度和分寸则全凭当权者的好恶而定。而丫鬟坠儿所看到的林黛玉在自己房里给丫鬟们发放月钱的细节，则进一步表明了荣国府奴仆们每月的工资不是直接发放到个人手里，而是由各房的主子分发给自己的奴才们，以示主子们的恩赐和地位。因此，这样的公有制分配制度，表面上是财富共有，实际上仍然是以权力为主导的财产分配。主奴之间的权力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绝大部分的财产会流向主子阶层，且奴才们的财产权利并不受到保护，随时可能受到损害。而将这样的分配制度放到更大的社会层面的话，荣国府的财富又何尝受到了保护？在当时的社会，皇家才是天下人的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贾府的财富权利全部来自于皇帝的分封赏赐，他们又何尝不是皇权的奴仆？贾琏的乳母赵嬷嬷形容当时皇帝南巡，独江南的甄家就接驾4次，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任凭世上有的没有的，无不堆山塞海，罪过可惜4个字，竟顾不得了。而这一切的奢华排场、铺张浪费，在赵嬷嬷眼里，也不过就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
可见，在当时人的眼中，贾府的财富也不过是皇帝的一种恩赐。皇帝可以大手一挥赏赐你无上的荣耀富贵，也可以翻脸不认人，随时收回这份赏赐。而历史上真实的曹雪芹家族正是经历了这样的大起大落，他们被康熙皇帝赏识，做了官发了财，后来又被乾隆皇帝抄了家，从此一败涂地。而荣国府经济制度的第二个漏洞便是有制度而无监督。荣国府有一套完整的经济管理制度，即以总管房为首的各种经济管理机构，唯独缺少监督体系。贾府祖先在最初设计这一制度的时候，就考虑到了长久的维持经济稳定，不仅设置了一部分奴仆作为管家，来具体管理整个家族的经济事务，更考虑到了其余奴仆的日常生活需求，给予他们完善的生活保障及一定的福利待遇。在荣国府，最底层的奴仆的衣食住行，甚至看病都不用花钱，都是由关中供给，且每月的月前工资、各种衣物赏赐还能带来额外的财富，这些都体现了公有制分配制度的优势。至于管家阶层，身份虽然是奴仆，但主子们却给予了他们很大的经济权限。因为总共才10余人的主子阶层，根本不可能应付400来人的管理工作，具体事务他们必须依赖管家阶层。这些管家团队的组成成员多半是府里的家生奴才，很多人都已在贾府服侍多年，人情网络左右逢源，为了攫取私利，很容易互相勾结。长一辈的管理者像贾母、王夫人多半都已经不问家务，自然也不会去纠结银钱来往，这样细枝末节的琐事，而他们对于这种家族腐败，其实也早已司空见惯了。贾琏与王熙凤这对夫妻负有实际的监察职责，一方面他们还要仰赖这些人管理家务，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会参与到贪污舞弊中去，如何还会严格地要求别人？丫鬟善姐曾这样形容过王熙凤的日常工作：我们奶奶天天承应了老太太，又要承应这边太太那边太太，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天天起来都等她的话，一日少说，大事也有10-20件，小事还有30-50件。外头的从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礼，家里又有这些亲友的调度，银子上千钱上万，一日都从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里调度。王熙凤虽说确实精明能干，对自己经手的日常开支也能明察秋毫，她的勤勉也确实维持了荣国府很长一段时间的正常运作。但她一个人也不可能应付这么多人事，她依然只限于发号施令，经济事务由各个管家具体执行，且她的权限仅限于2门内的事务。她自身对财富的贪婪，使得她也时常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她不仅拿着月钱在外面放债牟利，书中还多次写道，她收受下人管家的彩礼，并为他们走后门的情形。这无疑加剧了府里的经济制度的漏洞。在这种空有制度无监管的经济制度下，绝对的权力只会带来绝对的腐败。因此，书中凡涉及经济活动，如大观园工程、采买物品，必然伴随着贪污舞弊的发生。府内大部分的主子和奴才们都在想方设法将关中的钱财，也就是家族公款，尽可能地转化成自己的私产，他们为此互相串通勾结，无所不用其极，这样日积月累，一点点地将家族资产蚕食殆尽。荣国府的腐败是荣国府内的制度性缺陷。探春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弊端，她提出免去姑娘们的头油脂粉等采买费用，并将园内土地分包给众婆子管理，以节约大观园的管理成本。那些婆子们尽管只是得到了土地管理权，并无实际的产权，所得收益也并不由他们完全支配，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却因此前所未有的高涨。在土地公有化时，底层奴仆难免觉得事不关己，消极怠工，中层管家则普遍腐败，侵蚀家族财产。而探春的改革
是一个类似土地私有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提高了底层奴仆的生产效率，解放了生产力，更减少了贪腐行为的发生，整个大观园的风气也随之焕然一新。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探春的改革尝试是有成效的，但探春的改革仅限于大观园内，且这次改革触动了管家层面的利益，实际上是把原来管家们的收益分给了底层婆子们，自然会引起管家层面的抵抗，其最终失败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而早在1215年，英国就颁布了大宪章，其中一条根本性的制度便是保障人的私有财产权。该法案的另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监督并制约王权，提出了王在法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大宪章的推出彻底地改变了英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根基。时至今日，财产权仍然是联合国规定的人的自然权利中的重要一项，保护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仍然是写进法律的重要条款，而监督公共权力也早已成为了全世界公民的共识。而如何有效地保护私有财产，监督公共权力仍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